我来了。哎，垫子给我吧，您不能进去。怎么了？我这不是才去买的垫子吗？你不是说他刚醒吗？陈医生说他不想见你。对不起。他自己说他不想见我，他能说话了？他怎么说的？他说得清楚吗？陈医生意识很清醒，但是表达能力还有些吃力，不过能听得清了。哦，太好了。他知道我一直在这儿等他刚走吧？我都说了，但他说不想见任何人。没问题，那你帮我拿进去，我就在走廊里等着。谢谢啊。雪碧妈妈回来了。让他走。您的右手现在没有知觉，神经科的大夫马上就会来了。还有，警察来过，说等您醒了就联系他们。您看，要不要现在就联系？联系。我要告他，告他。不管怎么说，人醒了也算是个好事儿。他昨天提交了验伤报告，轻伤2度，已经造成了轻度伤害。如果说他的右手得不到恢复，造成残疾，性质就变了。那眼下我们还能做什么呢？尽一切的可能取得陈玉成的谅解。显然他不打算谅解我，所以也不打算见我。如果陈雨成坚持诉讼会怎么样？轻伤最高3年，如果造成肢体残疾，3年以上10年以下。江毅，西决有话让我转给你，他说对不起江毅，在这个世上别的人都还好，就欠他的。还有东尼，西决说让你替他跟家里的每一个人说对不起。他的原话是：陈雨辰其实是个不错的人，如果可以挽回东尼的幸福的话，牢底坐穿我都认。行了，也没到山穷水尽那一步。我会让陈雨成见我。你怎么让陈雨成见？西决的命运在他手里，我一定有办法让他见我，让我干什么都成。你说西决现在在干什么呀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看守所里面什么样了。我以前在外面走南闯北的时候，我瞧不上他，说他见识少。这下好了，他比我俩见识都多，还是我们一辈子都见识不了的。我就没有叫醒你。我知道你累了。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可我就是没控制住我自己。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，你还会这样做吗？我不会，我绝对不会。我也不会。你不会是？
会离开你。真的吗？我只是受不了那样的绝望，总觉得应该做点什么，不能什么都不做。我知道，你也是。可我实在是太笨了。人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会对一些人、一些事产生感情，就会愿意为此浪费生命、浪费时间。可是反过来想一想，如果对什么人、什么事都没有感情，那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妈，如果我是你亲生的，你还会那么做吗？是我太脆弱了，和你是不是我亲生的没有关系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伤害了你。对不起。妈，你别说对不起，真的，你别说对不起。希觉，妈妈爱你。我知道，知道。大家都是医生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从片子看呢，你右手麻木，没有知觉，应该是颅内这片淤血压迫了神经，目前看来不太可逆。明白了，谢谢你。那你好好休息啊。昭昭，陈医生，我没能救你，你不恨我吗？你害怕过吗？死。我那个时候在云南，每天只挣16块钱，就在滇缅秦陇的24道拐上帮人家运货，骑着一辆快要散架的土摩托，有好几次差一点掉到山涧底下去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已经不怕死了。那样你都挺过来了，为什么现在不行？我不能忍受的是我的生活像个车祸现场，一片狼藉。你在吓唬你自己。我是医生，我很清楚我要面对的真相。你的手很凉，我帮你暖和一下。你
不想你看到我这个样子。你昏迷的时候比现在丑多了，嘴巴一直张着，你那个时候都见过。我还叫了你爸爸，你听见了，不要装作不知道。我没听见，我也不需要你这么叫我，更不需要你来看我。你什么意思嘛？你要是赶我走的话，行啊，那我就让全医院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爸爸，你是我的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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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别叫了，娘了。那我让妈妈进来陪你。不行。妈妈这些天一直在这儿，你不想见她，她就守在走廊里，生怕你哪天突然清醒了想要见她了。她再这么熬下去真的不行，求求你了，爸爸。你睁开眼睛看看他，他就在那儿。爸爸，让妈妈进来好吗？不可以。你为什么那么恨他？我不恨他。你妈妈想见我，是不想让我告你舅舅。那你会告他吗？当然。你想为舅舅说话吗？大人不对。你看，你这么小都知道是非，可是很多大人却自以为是的微笑最基本的是非。好人大人和坏人大人，你觉得有区别吗？你妈妈和我不会在一起了。我知道，他跟我说过，你们大人就是想干什么，绝对不会说自己想干，总说是为了孩子。我不喜欢他这样的，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。那他本来是什么样子的？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我的爸爸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，我得讨好他们，他们才会喜欢我。可是到了后来，我再怎么讨好他们，他们也不要我。我其实也不太难过，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是我的亲爸亲妈。我第一次见妈妈的时候，她让我叫她姑姑，可我就是知道，我不用讨好她，她也爱我。你们大人最笨的地方，就总是以为小孩好蒙，总在小孩面前演戏。但其实呢，小孩是最分得清真的假的了。谁是对自己真心好的，谁是装的，这点要是看不出来的话，肯定活不下去。你妈妈跟我说过，你懂事的让人害怕。她其实一点都不了解我。你小的时候真的是太苦了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从今以后不会了。其实还好了，你呢？你小时候怎么样？我小时候不如你。我小时候什么都不缺，所以什么都不懂。
可以说我一直是活在春天里的。可突然有一天，冬天就来了，我甚至都不认识冬天。可从此以后，却被逼着活在冬天里。那你还真是不如我，一开始就习惯了冬天和秋天。所以一见春天，也就特别的开心。夏天更开心。那你觉得我是真心喜欢你吗？那当然是真的了。我告诉你个秘密吧，其实，在你还不是我爸爸的时候，我是说咱俩刚认识的时候，南一小姨带过我去一次寺庙。她说在那里什么愿望都可以许。我忽然就想起了你，我就在想，你要是我爸爸就好了，我的爸爸就该是你的模样。你怎么来了？饿了吧？嚯，你炒的？你这一天24小时这么守着也不是事儿啊。你就在这坐着，坐他看得见我的地方，我就不信他死也不出来见我。我陪你。南音，你现在打电话，把你爸妈叫过来，我们可以等。你和芝芝的未来到底怎么样，还是得大人做主。爸，我已经24了，我的事儿呢，我可以自己做主。芝芝出国深造的机会来之不易，你要是真的为她好，就应该支持她到那边去读书奋斗。不是我怎么没有支持他了？那你为什么非要去非洲啊？啊？当初也不知道谁啊，哎呀，要死要活的，非要嫁给我儿子。这嫁了吧，又不管不顾了。不是我，我去趟厕所。别怂啊！可以的，可以。爸妈，因为我当初主动嫁给小智，所以我理所应当的要听话，要妥协。你们非要认这个逻辑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不是老师，我没有兴趣改变观念落后的人。不是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那天你在家里，我就想……您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跟小智，第一，我们都是成年人；第二，我们是平等的夫妻。我们都很年轻，我们要为自己的未来去奋斗，去努力。我3年加尔他瑞士，这事我们自己商量就好了，就这么定了。爸妈，我的话说完了，我先走了。这小丫头是在叫板呢？啊？不是，谁怕谁呀？不过就是你呀，怎么了？